中国人在韩国打工能赚多少钱？这个话题呢，很多人都很关心啊。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另一方面呢，有些人打算来韩国打工。那不管是基于什么原因吧，那今天我会结合我身边真实的例子来讲一讲，我那些在韩国打工的亲戚们每个月都赚多少钱，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累不累，忙不忙，在哪里住，条件怎么样，吃的如何等等吧。但是我要声明一点啊，因为每个人找的工作都不一样，每个人拥有的技能也不一样，所以你这个收入差异是比较大的再加上找工作呢，有很大的一个运气成分在里边所以它这个最终也会影响你的最终收入。好，我先说第一个，首先是我表姐一家三口的一个真实经历。那么我表姐和表姐夫呢，两个人先来韩国，大概有7、8个年头了。那么刚开始呢，他们就是做保洁，酒店的保洁，夫妻俩一起干。他们主要在济州岛干。大家都知道济州岛是旅游区啊，那个游客很多，因为是免签的嘛。酒店也很多，那边还有中文区啊，就是中文旅游区，所以这个保洁员的需求量也旺盛。济州岛在疫情前的那些年啊，这个工作机会基本上是不愁的。你如果不主动辞职的话呢，一般就可以一直干。那么他俩的工资呢，基本上就是韩国的最低工资，每小时9000多韩币，大概50元人民币吧。他们俩在济州岛工作到疫情爆发之前就离开了，据说是干腻味了，因为这个岛太小了，人口也就60万的一个小岛，那么点地方，这个待那么多年就觉得很无聊。然后呢，他们就去了韩国首都西面的这个仁川，在离朝鲜边境不远的一个算是山里头吧，有个工厂。他们俩呢也是经人介绍进去的，做了这个工人。那这家工厂呢是生产合成餐具的，就是类似什么塑料吸管啊，或者是纸质吸管，类似这样的东西。它不属于重工业，所以这个工作场所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啊，而且厂区内还有空调，你冬天不冷，夏天也不热。从工作环境看，这是十分理想的一个工作岗位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他们之前还短暂的干过，汽车零部件的工厂的工人。那这个汽车零部件工厂的工人呢，工作条件相对是比较差的。他这里第一呢，你是没有空调的，然后韩国的夏天很热，那么你在这个工棚里边的话，那个就只能靠大功率的这个工业风扇去吹降温，那么身体一直在出汗，就是很遭罪。然后冬天呢又很冷冬天又很冷，然后又比较脏，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汽车零件都是金属零件，所以你这个不太舒服这个环境那所以你相比较而言的话，他现在找的这个工作就挺好的了。那工厂环境呢，没有很重的活儿，因为都是塑料制品或者纸制品嘛，就是重量比较轻，所以也不太累。他工资呢，也是韩国的最低工资，就可能稍微高一点点每个小时大概50人民币吧。工厂每天要加班2个小时，那个每隔2周呢还要倒夜班，就是夜班再上2周，那么1个月就是2周上白班，2周上晚班。不过现在呢，据说是已经不上晚班了，因为感觉岁数大了，身体有点扛不住了。那现在每个月呢，算上加班费的话，大概有260到270万韩币吧。对了，还有奖金好像是3个月发一次，如果算上奖金的话，平均每个月大概能拿30万韩币吧，折合人民币15000。工厂是有宿舍的，然后男士和女士的宿舍是分开的。男士的宿舍呢，据说是有点脏乱这毕竟是男的嘛。那女的还好但他们俩刚开始是住宿舍，他后边呢就在外面租了房子。他刚开始租的房子呢，每个月30万韩币，人民币就是1500块钱，就是30万韩币乘5，这么算我们大概这么一算就是1500。那这个租金呢，相当于一个人月薪的1/10，那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他们2个人的月收入加起来就是600万韩币，
那相当于人民币3万多一点点。那后来他们也换了更好的房子啊，月租金涨到60万了，大约3000元人民币每个月。这个呢，相当于2个人的月薪的1/10，这也是没问题的。那因为换到了地段比较好的位置啊，他这个生活就更加便利了，这个买菜啊、购物啊、出行啊都更方便了。再说一下他们工厂吃饭问题，早餐你要自己解决，因为你从你自己家里出来的嘛。但是午餐的话，工厂是提供的；晚餐呢，工厂如果加班的话也是有饭吃的，这些都是免费的。如果你不加班的话，你就回家你要自己去做啊。然后工厂的饭菜呢，就那么回事儿，但是比较干净啊，因为韩国人还是比较干净的做吃的啊。这味道呢比较一般，据说是这样。再后来呢，他俩的儿子也从北京来韩国了。那儿子呢是国内某重点大学的建筑系毕业，在北京的某家建筑设计院工作，但是因为国内建筑设计院呢现在没什么活了，因为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现在房子盖太多了，这是建筑设计院也没什么事儿可做。他儿子到北京工作时间也不长，然后就离职了，就干脆就来韩国进工厂和父母一起打工。现在呢，就是一家3口呢在一个工厂里打工啊，但是分属不同的车间。那这个孩子呢，刚开始每个月的月收入大概也就240万韩币左右吧，折合人民币1万2。那现在肯定是涨上去了啊。还有就是这个儿子和父母一起住啊，儿子是不需要再租房子的，晚上吃饭呢，一家3口一起做饭吃。在韩国啊，出去吃饭是比较贵的，就你自己做饭呢是很省钱的。这一家3口在韩国工厂打工，现在呢状态是比较稳定的，因为那个工厂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工厂，就是韩国一个很大的一个集团的下面的一个工厂，它在很多国家都有业务。然后他们这个工厂也是其中一个工厂，他们现在这个一家人的收入就比较稳定了。那么我们大概可以算一下，就是300万加300万加260万韩币，那等于3个人加起来一个月就是860万韩币。当然会有一些浮动啊，那折合人民币的话呢，就大概就是44700多，也就4万5吧，4万5。而他们一家3口啊，在国内这个原来其实是处于一个赚不到钱的状态，或者像失业的状态啊，你可以这么理解。而且这一家3口全是大学生，尤其我这个表姐夫啊，这个他曾经是名牌大学的这个建筑系硕士研究生。以前啊，我们老家当地的这个著名3甲医院呢，还是他在设计院工作的时候设计的。他后来呢也出去创业，然后开个人的装修公司，但是你知道在东北其实不太容易赚到钱的啊，再加上他可能也没有这个天赋吧，去做生意，所以他就还是来韩国来打工了。但是他还是能屈尊去做这些事情啊，做这种底层工作啊，我还是挺佩服他的。那么另一方面嘛，这一家每月4万5人民币的收入啊，这个在韩国是完全可以过得很好的。首先100块钱的西瓜呢肯定是吃得起的，然后30来块钱1斤的美国进口猪肉也是可以随便吃的。他们原本呢是打算赚够了钱回国啊，但是现在这个国内形势啊，已经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了。回国要找到这个同等稳定又高收入的这种工作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国内的钱是越来越难赚。所以现在呢，他们更倾向于留在韩国继续生活，而且他们也更加的适应这边的生活了。然后韩国工厂啊，它的一般的工作岗位啊，我就说一般的工作岗位，它基本上就是韩国最低工资标准。那这个标准呢，韩国政府每年都会公布，这是一个公开的数据，你上网一搜就能了解到。再加上你一个月具体的上班的时间、小时数，然后加班的这个时间，然后再加上奖金的一个数量吧，你就能算出来你的月收入和年收入大致的范围。OK， 这就是我身边的第一个例子啊，真实的例子。那我再讲第2个真实的例子，这是我的也是一个亲戚啊，我的一个舅，他前几年呢才来到韩国的。他来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吧，他曾经在中国的这个延边做北韩的贸易生意，就是帮中国好像是山东的企业吧，在朝鲜卖电动3轮车
他干了好多年了，可能有个7、8年，但生意始终不太好。到后来呢，就干脆黄了这事儿，而且还欠了债。那这个基本上算是走投无路了，因为你国内这个想翻身是很难的。他最后就干脆来韩国打工了，那你就用你的身体换钱呗。那我这里插一句啊，这个很多人对北韩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啊，就觉得北韩缺这个缺那个，然后我将中国的商品倒卖到北韩，我这不就发财了吗？那大家要认清一个现实，基本现实，就北韩是亚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这也是地球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就你跟这个最贫困的人群做生意啊，他兜里本来就没几个钱，那就算全被你赚了，他也就那点钱，对吧？那你怎么赚到钱呢？是不是这个逻辑？那我继续说啊，那我就来韩国之后呢，他也是先尝试，因为你得熟悉韩国这个工作环境嘛，他先随便找了一个活儿吧，算是。但是这个活儿很辛苦啊，他干了快6个月，怎么感觉这个有些指甲都快掉了，太累了，他受不了了。然后就辞职不干了，就去了京畿道首尔的南部这个地区。那儿呢，在那儿找了一个据说是矿场，他也是从里边这个小工干起来，就比如说拿个扫把扫掉下来的什么矿石啊什么之类的，从那个传送带上底下这个掉落的这个东西就打杂的，说白了。但是呢，他因为会机械维修类啊，他有一些基础吧，相当于，而且还会电焊。又懂一些机电类的知识，所以啊，他这个慢慢的，他就从干杂活的就变成了现在矿场里边坐在机房里监控机器运行的人，就是他已经不用再干体力活了，而且这个属于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矿场老板他如果出去随便招一个劳工啊，这个活肯定是干不了的，所以他的这个月薪啊，其实现在已经涨得很高了，就一个月是450万韩币，就相当于23400人民币吧。那这对一个没有什么文凭啊，那个都快50多、快60岁的前中国破产小老板而言啊，那这简直是这个天上掉馅饼。而且不仅工作不累啊，他也不忙。矿场机械设备啊，早上去启动之后啊，它基本上都是自动化运行。你只要不出故障，他就坐着没事干，他就负责盯着这个东西就行了。那他干嘛呢？他就聊天，他就刷手机，他就喝茶，然后下午到点就下班了。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啊，他是不好找，这个老板怕他跳槽啊，每月除了基本工资以外呢，他还额外给他30万的现金啊，那这个30万就相当于人民币1500了，那他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月薪累计就已经超过25000人民币了。那么韩国的这个物价再贵啊，这个钱也是足够了。那么他呢和另一个他的中国朋友啊，也是这个厂子一起干的工人，租了一套公寓啊，租金也不贵啊，这个分摊下来每人就1000多块钱吧，每个月。那晚上吃饭呢就自己做，平时也没地方花钱，基本都能攒下啊。然后他说冰箱里也买了好多肉啊，塞里边啊，什么好吃的都有。韩国的肉并不是很贵啊，大家不要以讹传讹，其实韩国的肉很便宜。他这么看的话呢，他基本上4个月就能进账10万人民币啊，在国内他说他从来没赚过这么多钱的。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我们现在经济凋敝的东北老家，你是很难赚到这么多钱的。那他现在呢，这生活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压力了，这个不仅是吃喝不愁，而且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啊，这个每月也呼呼的往上涨。这国内这个债务啊，也都早就还完了。然后他说再干几年吧，然后就回国准备拿着退休金就安享晚年了。当然他也不知道国内这个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安享晚年，但是我希望他一切顺利吧。前面讲这2个例子呢，只代表他们自己啊，因为毕竟在韩国还有80多万中国人啊，赚多少钱的都有所以他们俩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啊，代表不了在韩国的中国人啊，这个是一定要明确的。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后面还想说一下，就说你看，就以我为例吧，那我们也是从北京过来的，从北京搬到了韩国釜山啊，就韩国第2大城市。那很多人，我的朋友啊，都很不理解啊。他说：“你不怕这朝鲜金三胖的导弹吗？万一开战了，你就赶紧回来吧。”他们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去讲这些话的。那么实际上你来到韩国之后呢，因为我们在这儿生活了快2年了吧，你真正了解了韩国这个国家之后啊，你会发现你在国内所看到的
关于韩国的描述几乎都是错的，就是尤其国内的这些自媒体，他们基于某些理由吧，就是正常话他不会讲，他一定要将韩国，比如说1%的问题，他放大成99%告诉你，而韩国可能95%的那一面他不说，他也不了解，他也不屑于去了解。那这当然，这个你怎么讲是你的自由，好吧？但是我想，我们抛开立场，如果能以事实为依据的话，那是不是更有助于我们客观的去看待韩国这个国家呢？那么有大量的中国人，其实在中国是没有什么出路的。那韩国给了他们一个赚钱的机会，甚至是一个人生起飞的机会。这个国家对我们中国人相对是比较包容的，就我们可以在这儿开公司，可以正常的就业，可以赚钱，把钱汇回到中国去。那吉林省延边地区的，就是每年光靠在韩国打工的这个人赚的这个钱汇回去钱，就是一大笔钱。就没有韩国的话，中国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就一定是个贫困地区。现在延吉市应该是一个网红城市大家都去跑那儿去吃羊肉串打卡，满街都是饭店。但是如果没有韩国打工这个机会，这个通道的话，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延吉是个什么状态？那可能就是第二个鹤岗。鹤岗原来还有煤，那延吉连煤都没有，延边也没有出海口，离它最近的出海口是大连港，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中国人都讨厌的韩国呢？因为这里有机会，而且这里并没有那种明显的或者是强烈的歧视存在。尽管他们心里可能不喜欢你，但是机会相对是均等的，还是有韩国人会雇你，每月给你发钱，让你养活你自己和你的家人。中国人来讲的话，你现在去海外打工，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你去哪儿能打工赚这么多钱？你去美国，那美国可能就把你钱送回来，你连签证都拿不到，你连旅游签证都拿不到。还是去泰国，还是去马来西亚，你连工签都拿不到。那么有一定实力的中国人呢，他会去日本，没错，日本也很好我们也想去，但是呢，韩国可能更适合我们。也许等孩子上完学之后呢，我们也会换一个国家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那么好，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呢，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谢谢大家。下期视频呢，我会披露在韩国的中国人群体的一个真实数据，这个内容非常有趣。我是釜山老李，我们下次再见。